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几位情感导师，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需要尊重对方，同样也需要尊重自己。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见爱情，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莎娜。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答案。大家好，我是雷鸣。心定啊，难度好高哎。大家好，我是吕阳。如歌似梦的爱情在故事里，天长地久的爱情在生活中。好的，再次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蔡先生39岁，来自天津，滴滴司机；张女士42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啊，他对我有误解，他总说我老算计他，但是我是因为心里亏欠我爸妈，所以我有时爱占他点小便宜，他一点也不懂我。我不觉得他对我是爱情，他更像是拿我跟他父母交差。我俩现在天天吵架，他的嘴比女人还碎。我怕再这么下去，他给我气出病来。你对对方有什么不满？我觉得啊，他心里一半是我，一半是他前夫，我就特别不服气。还有，他平时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总怕我骗他钱。他格局特别小，我要跟他往前走，我估计后半辈子都得跟他过苦日子。还有，他特别不尊重我，总觉得我很轻浮，随时能复婚。哎呦，这一听下来，这咋处啊？还心里一半装着我，一半装着前夫。哎呀，对吧？那不就是在他的心里是脚踏2条船吗？他现在还住前夫的房子，而且前夫过多干预我们2个人的感情。前夫他为什么给我住呢？我以前不是空姐嘛，然后我为了他，我就把那工作辞了，然后生小孩坐月子，落下一身毛病，然后前夫对我觉得有亏欠，他那房子就是说他可以免费让我住，后来他就软磨硬套，他非要住进来，然后住进来1个月被我前夫发现了，然后就让他走。您2位之前是都有过一段婚史对吗？是的。有孩子吗？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我孩子13岁，男孩。跟着谁？跟着我前夫。我孩子10岁，跟着前妻。所以那你俩现在都是孑然一身的，对吧？对对对。那应该相对轻松一些。他觉得你心里还装着前夫，除了这个住房子的这个问题，还有什么事儿呢？我俩相识啊，其实是我表姐给介绍的。啊，就是把我的这个条件啊稍微美化了一些。你那是美化吗？他完全就是欺骗，因为他表姐说他离婚的真正原因就是他经常出差，所以就离婚了。其实他真正的原因他是炒外汇，然后还输了200多万。我先开始跟他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这个原因。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还提他干嘛？那200多万是多大的数目呀？那他找你的时候，他还完了吗？还是没还？卖一套婚房给他还了，还完了。然后他还在提这个事儿，这不是我先开始跟他好的时候，他为啥不跟我说呢？然后跟他好了1年了，然后后来我跟他那个朋友偶尔吃饭的时候，他提这个事儿，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我就觉得，那你既然你这个不会理财，不会投资，然后我也是学过点金融嘛，我就说把他的钱给我这儿，他的钱我不动，就是说那个什么。你那叫金融吗？不就算账吗？你那我有会计证，你有吗？他现在就想管着我的钱，他不会投资呀，他万一再拿起钱，然后出去就是乱投资怎么办呀？其实我是也有点心思的，他呀有点不太理解。我的这个当时能亏这么多钱，说实话，我内心非常惭愧。我父母人家也是劳苦了一辈子攒下的钱，我投资失败了，那父母把我的婚房给我卖了，就相当于除了给了我的生命，还给了我第2次生命。那父母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第1、第2位的，我就想安安稳稳、老老实实开车挣钱，然后每个月挣的钱呢，我给父母一部分，剩下的钱我们俩出去约个会呀、花个钱呢什么的，这个我倒不反对。但是他就上来就说啊，我就得管你的钱，那我肯定不乐意。因为什么呢？我跟他在一起出去，但凡吃个饭什么的，他特别的抠门，而且他老爱做这个发财的梦。我就觉得这个钱要是再给他的话，那没准我们的小家底又掏空了，我是有这个担心。再说了，我为了让你安心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不已经让你带你去见我父母了吗？是见了你父母什么样呀？咋的了？我第一时间带他去见我父母，因为我们都是40岁左右的人，
我就是为了让父母安心，因为男人在外面要面子，所以说呢，我的意思就是，哎，她是退役的空姐，她追的我。都10年前的事儿了，她还提这个事儿，哎，我就感觉她特别爱要面子，就包装了一下，就把我好像就蒙了一层纱似的。结果我让你在家里，你有点眼力劲儿，第一次去他父母家，他就让我干家务活，我觉得理所应当的，刷碗什么的。一出来，哪有第一次就让人干活的呀？而且他过于美化我了，他说我又什么美丽又多金，然后那个明明是他追的我嘛，然后他说我倒贴他，我追他。男人在外面要点面子很正常。不是你自己爹妈，你要啥面子呢？其实我的内心是为了让他们二老安心，哎，找了一个这么贤惠的一个未来的另一半。他是为了找我，就是给他父母一交差，就感觉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似的。哎，现在你们居住的是怎么住呢？你还在前夫的那个房子里住？是。他呢？他就住了1个月，然后前夫不让他住，他就搬出去了嘛。搬出去了。然后他刚才还说到前夫干涉你们2个人情感是啥意思呀？是这样，就是我啊，为什么是一开始去考虑去住他的房子呢？咱说白也有点小心思。我每个月房租1000来块钱，如果去他那住，咱就不用花这个钱了。那我前夫的房子凭什么给你住啊？出去约个会，你说我也能贴补在家里。结果呢，其实正常来讲，我死磨硬泡的，他也同意了。住不到1个月，他前夫竟然能知道这种事情。您说不是他说的，那我前夫的房子，我总得跟人知会一下吧，对吧？我觉得我为咱俩是过咱俩的，你告诉别人干嘛？你俩已经离婚了。不对，那是房东，而且是免费房东，他还真应该告诉你。然后呢，我这边就跟他说，我说这房子咱俩也都别住了，实在不行咱俩出去租个房，而咱俩这么也可以嘛，对吧？我那有免费的房子我不住，出去跟他AA，你觉得可笑吗？其实我现在这个条件啊，说实话，我就是想稍微省点钱，减轻点自己的生活负担，对吧？减轻自己的一些负担。但是他住在前夫的房子里，你心里好受吗？这个其实他先开始没什么计较，自从我前夫把他赶出去，他就小心眼儿，不影响我俩的感情。哎，虽然就是孩子都是跟着各自的过去的另外一半啊，对，那个你们平时都有接触过对方的孩子？有接触啊，我的孩子是在北京嘛，然后我住在天津，我公公婆婆就是帮我看孩子，就6日过去看一下，然后我看的时候，你那是看吗？你还在人那住。还得给家里做家务，我跟我孩子住一晚上怎么了？而且我周1到周5我不能让他们大老远伺候我呀。然后6日你跑人家那边，干点家务活，对不对？我干家务活那不是正常吗？人那么大岁数了，孩子又不是。你去北京的那个家里是只有公公婆婆，还是还有前夫在？没有前夫啊，就是公公婆婆。对对对。然后孩子跟公公婆婆在一起住。是的。你6日过去帮着收拾家，陪孩子住个2天，对吗？对对对，他先开始也没说什么，就自从我前夫不让他住那个房子，他开始。就是不让我去。你前夫干涉我的生活了，我可不就得干涉你们的生活呗？你看看他，是你现在不让他去看孩子吗？我让他去看孩子，那你不让他干嘛？不让他住爷爷奶奶家。对，只是说不让他在爷爷奶奶家那边住，然后你这边有什么事你看完孩子你就回来就完事了。我等会儿，就算不是亲人，这陌生的大哥大姐帮我照顾儿子，我给他们干2天家务，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道理上是说得通，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这层关系，说实话，我肯定是不是很愿意。哎呀，服了！你说人家不能住在孩子爷爷奶奶家，你能住在人家前夫家，这什么逻辑啊？所以说，我现在提出来了，我们在外面租个房子。那你就自己租房，把他接过来吗？他付，你又不愿意，他要付房租，我就跟他出去住。现在说白了，就是因为我那么多的，就是因为我在北京，然后就是就是看孩子，结果他提出来一个更奇葩、更过分的一个要求。因为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身体很不好，然后呢，就因为他前夫这个离婚的那个时候，给他造成的这个无论是身体上的伤害，还是心理上的创伤，都是病。然后呢，我就说了，我说如果你前夫真的愿意祝福你往下再走一段，那么你就应该你跟前夫去说，把这个房子咱实在不行花钱给他买下来。200多万买的房子，他让我对折一半，90万拿下，然后他出45万，我出45万。房子写你名啊，我还白出45万，还不想？哎，这有付款记录的，什么叫白出45万？你们2个人就是合起来要
占他前夫的一半的钱嘛。对，我就感觉他是太坑前夫了，我前夫省得冤大头了，我不能这么坑前夫呀。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他总是胳膊肘向外拐。我问一下，他前夫为什么要便宜一半，把这房子当做你和他的家？他一直说他前夫对他心存愧疚。否则的话也不能说免费的让他从屋里住。我就问他前夫名下的不动产为什么要便宜一半，落到你手里？不是我手里，是我们的手里。对，落在你们俩手里，让他的前妻跟你共有。为什么人要便宜一半？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他前夫一直心存愧疚，已经给他住了，不要房租啊。等一下，我问一个，你说如果要是祝福你们的话，就应该怎么样？我作为前夫，我就不祝福你们，有毛病吗？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未来考虑自己婚后的这种生活的话，是啊，我们那你们自己去有能力买房啊，你为什么非要买我这套，还要我给你打对折呀？我就觉得他前夫过多的干预，这也算是一个条件。天天跟我吵架，不是咋的？我不对折，把我自己的房子卖给你，我就在干预你们俩的感情生活，你这不是在强词夺理呢吗？你这个不卖房也无所谓，我们也会有另外的考虑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奇葩的要求，然后我不同意，然后他又给我提出另外一个奇葩的要求。我本来就是去看看孩子，他就让我然后当天去当天回。你为什么要当天去当天回？他不让我那儿住嘛。你为什么他不让你那儿住，你就不在那儿住了？你告诉我。要不然他就45万，他要买我前夫的房子。他不是，那房子是他说买就能买的吗？他每天在我就奇了怪了，他不许你看你亲生的儿子，不许你在那儿住，你就真的不敢在那儿住。我也是在乎他的一个感受嘛，他让我，他觉得我去那块住，我就是跟人家是一家人，就跟他不是一家人。他作为男人，他比较就是爱要面子，那我就尊重你这个感受。那我当天去，我哪怕我累点，我买最早一班高铁当天去，也就是你自己拎不清是吗？我也是没有办法。行。你们彼此跟对方的孩子有过相处吗？我儿子先开始就是说不太愿意我就是那个出外面搞对象，他就经常说你跟你孩子说吧。然后我后来就慢慢一点点的渗透，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说了。然后我儿子，然后先开始还是挺拒绝的。他说：“那我要不然送你儿子一个礼物。”我就说：“那送吧。”我就带他去小孩就是那个玩具厂，送个礼物，去买了一个乐高玩具。然后呢，乐高玩具他架不住那服务员，就是就是说他当着服务员的面啊，我们当时在这个天津的大悦城，衣服、鞋啊，什么篮球啊，这些都看了。哎，告诉我孩子不喜欢这个，就喜欢乐高，就喜欢玩具嘛，喜欢乐高也行呀。然后乐高里面人家100、200、300的礼物，咱也都能接受。就看，哎，我孩子就喜欢这1000多的，当着人服务员的面，那有200的你也可以买，你说人家服务员在那里当着一个外人，我男的也要面子，我能不同意花这钱买吗？花以后，然后我就埋怨几句，哎，就不乐意了。就买了这一次礼物是吧？对，就买了这一次，太贵了，就一次礼物就花了1000块钱。就是那我要你房，你可得便宜一半啊！我可丝毫没觉着，对吧？要面子嘛！你这怎么没这样的哥们儿？我为了堵住他的嘴，他天天在我耳边说，然后我花1500块钱给他买一个。您不知道啊，就是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当初离婚了以后啊，然后我儿子现在都不跟我姓了，所以说就是我到现在我也托朋友给我儿子那边带过礼物，人家那边直接拒绝，你也不用干涉我们的生活。他现在一直在跟我说我儿子，那就是往心上扎针儿。你有这钱，你说你买100块钱的礼物，买点苹果、排骨啥的，你给我父母送去也行。他让我把那1500块钱的玩具退了，换成钱去给他父母买这个保健品、营养品。我就总觉得他不太理解我。我觉得钱这个字儿在你们2个人虽然说没直接提出来，但是句句都离不开这个字儿。现在这个问题有困扰吗？关于这个事儿，我之前找他借过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跑网约车啊，每个月我的车是租的，1个月得3、4千块钱。租公司，我心想我俩这种关系，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我说，与其把这钱给租车公司，还不如找他借。然后我每个月跑完这个流水啊，我再给他，相当于这钱就是他挣的，他也支持我一下。我不同意，就这样就我不愿意。那我的钱凭啥要借给你呀？对吧？我给你打借条啊。我虽说以前就是空乘，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干了，而我手上有个40、50万，但是说那是我的保底儿钱，那是我的保命钱。而且我现在我没有固定的收入，我现在就是给别人代理记账，做个 PPT， 有个基本的生活开销。但是我那些保底儿钱，我对吧？我也借了没有？
没借，我为什么要借给他呢？他平时对我可抠门呢，出外面吃个饭298我团个券，他觉得贵。我说我给你 AA， 他不愿意干。然后每次去的话，就是说花60、70块钱吃个面，然后挑片凉菜，他要跟我 AA， 买个水他要跟我 AA 呢。那你跟他在一起图啥呢？因为我前夫的话就是说有个对比嘛，我前夫就是说脾气大，天天跟我吵架，吵得我胃疼，然后心虚缺血。他呢挺能听我诉苦的，然后他这个比较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然后家里什么这个电器坏了他能修一下，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挺实在的，不像我前夫，他就是商务人士太高了，跟他应该过日子，应该能老老实实过一辈子。也不至于我生完小孩就跑了什么的，所以感觉不到他爱我。今天谁要来的呀？今天我要来的，因为他现在一直说要跟我分手。要分手啊？我就总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我。终于说要分手，你今天确定一下你是要来分手吗？还是你是？我是分手。你是分手是吧？对。男生是要挽回是吧？对，男生是要挽回。我就总觉得，如果老师们能够这个劝他。其实我不愿意分手啊，你不愿意分手啊？好，你不要限制人家看孩子，人家就是得在爷爷奶奶家住，有问题吗？我其实一开始支持他啊，不是现在行不行？我能考虑。前夫那房子还买吗？前夫房子那就看以后我们俩处成什么样吧。因为什么？什么意思？因为怎么说，就是我一直希望他能支持我，但是现在就感觉不到他可以去支持我。我问一下，他要跟他前夫买那房，你知道他得受委屈吗？你看他点头了，你知道他得受委屈吗？小刘和小李，你们2个人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就感觉就是对这个姐姐，就是既同情又共情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连经济基础都无法去保证，在这种不惑之年的时候，和这种男生继续下去，也是我感觉没有什么必要的。就是大哥的很多想法，我能理解，我也觉得大哥特别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大哥还是要更多的为对方考虑，然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位先生，你在这一段情感当中有真诚和坦诚吗？他和前夫确实还有一些联系。他是对儿子的亲情牵挂呢，还是对前夫的感情牵挂呢？很显然是为了儿子。他住在前夫家，你感觉受不了，这是男人的面子。但是呢，你觊觎他前夫的房子，花半价把前夫的房子买下来，你心里就好受了吗？而且你还不忘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劝他自己全额买下来是他的财产，你为他好，你结果还要分一杯羹，你要自己赚一半。你这个时候有钱了，让他出来租房住，你刚才说没有预算，那很显然你40万钱是有的呀。你说你是不是算计？如果说在一段情感当中他没有真诚没有坦诚，2个人怎么可以坦然的去面向未来呢？所以女士，你是清楚的，这样的男人早点切割。你是善良，你也爱孩子，你也考虑现任男友的感受，但是善良的过头了，或者善良的没有底线了，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懦弱呀。你前夫，你刚才说商务人士很高，人家在北京有房养孩子，对吧？在天津有房产，请问你离婚得到了个啥？净身出户吗？就是他给我一套房子，就是老家给我，他给我一套房子。然后天津、北京的贵的房子都和你没关系，儿子人家也带走，是吧？对对对。总之，从上一段婚姻当中，你也没带出来什么钱，也没带出来孩子，对，是吧？对对对。你为什么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好，那段过去了，咱为了摆脱这段不愉快的婚姻，我们不要太多，对吧？我们重新开始没问题。但是今天呢，你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你依然没有底线啊，依然很懦弱啊。他说你不许去你这个孩子爷爷奶奶家住，你就不去了呀。他说我就想住在你前夫家，啊，我要面子，但我不要这面子住在你前夫家里。我要面子，但是我不要面子，我就想便宜那点钱霸占你前夫的房。你就听啊，你就让他住进来了呀，是你前夫把他赶出去，你没赶他呀。你说他为什么前妻会恨他恨到因为他赔了200万就离婚，甚至恨到儿子都得改姓？为什么？你知道吗？
投机取巧、算计，不脚踏实地，不务实。所以他前妻是看透了他，恨绝了他。今天对你也一样，他过去是投资外汇，想投机取巧，想占这个金融杠杆的便宜，他没那个能力，他赔了200万，他觉得一活生生的女人啊，又笨笨的，我还能住到他的前夫家里边，他还有点手上有个40-50万，这投资一定不会亏。我投45万换回来个200万的房子，还有一媳妇儿，他还是投机取巧占便宜，他没变，他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还想啥呢？先生，你才39岁，我说你2句啊，踏踏实实开你的网约车，踏踏实实照顾好你的父母，找一个踏踏实实和你过日子的媳妇儿，你来赚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照顾老人，挺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好高骛远、贪慕虚荣？已经毁了前一段关系，妻离子散了，还要把后半辈子也搭在你的虚荣上吗？你要那虚伪的面子有用吗？你其实一点都不要面子，你好意思住人家前夫家，就叫你一点面子都不要。你所谓的什么你爸妈很爱你，你亏欠他们，我觉得你也是这个路数。只有你爸妈现在能给你花钱，能给你留点东西，你不伺候他们，你指望谁呀？谁还会爱你呀？口口声声一个男人要面子，连自己女朋友前夫的便宜都要占，这面子在哪儿呢？啊，你面子在哪儿？你怎么这个时候不要面子了？为什么不要面子？因为但凡能占到利的事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他居然能提出来让你去找前夫谈半价90万收购他的房子，这话能说得出来，你也敢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但凡是个老爷们儿都说不出来这话。这是第一点够狠。第二点够狠的，他自己知道失去孩子的痛。他说了，你往我心窝子上扎，天天跟我提我儿子。他作为一个有孩子的父亲，知道失去孩子的痛，他用同样的方式来惩罚你，他有良心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知道父母离开孩子有多么痛苦，但是他能够眼睁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告诉你，不准晚上在那儿住啊，不准陪你儿子住啊，这不够狠吗？所以他爱你吗？他哪爱你？我看到的是他极尽的算计，怎么样能减轻他的生活负担和生活开销？你说白了就是倒贴他的生活搭子。第一，可以跟父母有个交代，你们可以放心我了。第二，能从你这儿抠一点是一点。第三，减轻我生活上的开销。你过来甭想从我这儿占到1分钱的便宜，我要如果不从你身上掏点钱的话，他不可能给你出1年的。你离婚多久了？19年离婚的。特别想再有一个婚姻生活是吧？也不是特别想，就是觉得有一个精神寄托比较好。假如说现在你就想尽办法想要前夫的房，假如啊，你就想尽办法，我非得要他这房，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前夫便宜1半？我前夫不愿意。如果你抱着他大腿哭呢？不愿意，我太了解他了。因为我跟我前夫生小孩的时候，我就哭，天天哭1个月，让他回来。如果你拉着你儿子抱着他爹的大腿跟他哭呢？抱过哭过没用，我前夫也是个挺狠的人。问一下蔡先生，你舍得吗？你提这要求之前得预想过，我的女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要求变成现实？你想过让张女士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她前夫，能把这房便宜1半拿回来吗？她抱着大腿哭过了，没用。想想她还能用什么方法？用她之前受的那些委屈啊，之是啊，前的抱着大那些病腿哭过了。我没说你们2个要继续还是要分开，因为什么呢？她42岁了，她的孤单，我们都理解，都理解。但是你要记着，你如果想继续，你要有你的原则，人家可有人家的原则，对吗？我觉得女士应该是特别不想再经历一次那种垂死挣扎的过程，所以才会在这段关系当中特别摇摆不定吧？不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原则。你不是没有原则，我觉得你是对于自己的价值评判太低了，谁都可以去规训你。
你的前夫也可以去让你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包括你和他之间各种各样的这种牵绊呀，包括你们争吵啊，包括你刚才说你也哭过，你也求过，1个月的时间都在哭。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没有价值，你看不到你到底好在哪里。甚至当他说我的女朋友是一个空姐，你说那都10年前的事了，有什么好提的？那就是你曾经很有光环的过往啊，这都是你曾经创造的价值啊。男士，我不知道今天你会不会后悔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因为你是来希望能够把这段关系走下去的。但如果想要走下去这段关系的话，一定要先要摆脱自己的这种侥幸心理。你的人生太想走捷径了，从最开始想投资赔了200多万，到现在和这个女士在一起的时候，你希望比如说房子也好，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了，其实你都是很想走捷径，也很想要面子，但面子不是虚荣心啊，面子是人格。我觉得我能说的也不说是合是分，都是成年人，谁心里都有数。但是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起码应该先对自己的人生有能力负责，你才能说我对对方的人生有承诺。老师们其实都很语重心长，也希望你们能听得懂。行，你们坐那儿歇会儿，咱们换下一组嘉宾好吗？来，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刘24岁，来自江苏，学生；小李23岁，来自江苏，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目前感情状况如何？不太好，我们俩恋爱4年，本打算延后结婚，但最近1年他变了，我俩总是吵架。我觉得先把问题解决完，再谈以后。感觉不太好，他现在对我很挑剔，对我各种不满意，他很自我，也很任性。我并没有做出格的事，但他不依不饶。你希望对方以后做出什么改变？希望他能支持理解我，不要泼冷水或背刺，能回到最初恋爱时的样子，这样我才能有信心和他步入婚姻。希望他不要那么理想化，现实一点，多听意见，对我多一些信任，我觉得这样感情才能稳定。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回到最初恋爱时候的样子，有点难了。今儿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你要来的，在一起都4年多了哈。本来是计划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就谈婚论嫁了，是吧？对。俩人是属于那种齐头并进嘛，因为你看你们恋爱4年，应该大学就开始恋爱，对吧？对。大学恋爱，然后俩人一起考研，考上研究生，这挺好的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恋爱前期，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特别的顺，就比如说一起考研上岸，一起就是见父母之类都很好。但是我就觉得这半年来，他和我的关系就特别的疏远。为啥？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职业规划就是总是指手画脚的感觉，又是对我泼冷水，又是背刺我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什么叫泼冷水和背刺？就是因为我目前就是在兼职做探店博主，我也很喜欢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爱好和我的工作如果能够相结合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很赞同我，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他态度180度大转变，他不仅就说自己不同意，他还就是给我父母说，就是让我父母也不赞同我，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是对我的背刺。因为我觉得自媒体这个行业它本身就不太稳定，而且这个赛道也特别卷，然后我觉得可能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得不到回报。那我觉得他去选择更加稳定的这个道路，比如说考公考编，而且他花了那么多时间考研啊，然后读书，我觉得那最后跟他专业相关，比如说当个老师这样子，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选择。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干这个自媒体呢？你希望他稳定，对吗？是的。但是老师，我觉得就是他总是把他的想法强加于我身上。就比如说他说考公好呀，考编好呀，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考公考编啊。我觉得我目前我还很年轻，我毕业之后我也很年轻，我愿意去做一些尝试。我觉得我的试错率也很低。
所以这个事儿就会让你很不高兴。对，我觉得这算是你们现在关系进入比较僵持一个阶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的导火索吗？是的，就因为他干涉你的职业的选择，对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刚开始他做这个探店，然后自媒体，他是当做一个兼职，我其实挺支持的。但是他后面要当一个全职，那我就觉得这不太合适。其实我也是为我们两个的未来在考虑。那你当时吃的时候不也很开心吗？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挑三拣四，就这不好那不好，我就感觉也很影响我的心情啊。你不想去的时候，你早就直说呀，我也不强求你非要陪我一起去。但是我每一次去和他去探店，其实也是说想要一个约会的感觉吧。但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等那个菜全部都上齐，然后拍很多的照片，我才能动筷。但是我每次吃饭的时候菜都凉了，我觉得，然后感觉已经失去了这个约会的意义了，感觉更像是一种工作吧。对，一开始觉得新鲜好玩，后来当它真的变成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是负担了。除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影响你？就是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关于未来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目前也存在了很多矛盾。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是本科的时候就是认识的嘛，当时他就是也是一直是理科生，就那种理科直男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就是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我感觉他现在变得有点沾花惹草的感觉。啥意思？对，上一年的时候我半年就是去国外做交换生，然后呢，我当时也很放心他，但是我回国之后我就发现他就是背着我和别的女生一起玩，甚至是他们一起喝酒，然后后来他们两个人还一直聊天什么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受到了欺骗，然后我这边也有就是我的证据。他跟别人聊天的吗？刚到，你到了没？喝的确实有点多。晚安。要不要去吃饭呢？你学校找他，还有别的吗？反正就是这种很日常的话，但是我就觉得很暧昧。那你说他在我不在的时候，他还要和别的女生一直聊天，还又说什么送饭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暧昧。这Linda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是他朋友的朋友。这是个女性吧？对的。但是这个女性确实词汇上不暧昧，但是很明显，有好感。对啊，我觉得他很想发展。主动，对的。那我觉得他又不主动又不拒绝，这种行为就很像中央空调呀。那我就心里还很没有安全感。我之前出国之前，我给我朋友说，我说还有我的那个姐妹们，我都说，我说我很相信他，我只是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还会觉得就是说很让我很没有面子。但是你们两个人这个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到研究生，这应该就是学校公开的吧？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身边是有女朋友的呀。对的呀，但是所以你看他快哭了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我到处跟人吹牛，我男朋友特别的老实，对，就是结果背着我和小姑娘什么搞暧昧。对，而且朋友圈里也应该会经常发彼此的生活啊什么的，对吧？对啊，我觉得也是有的，但是他没有去主动去拒绝别人。你去做国外交换生多少时间啊？半年。而且就是关于这个朋友圈的事情，也会让我特别的生气。我回国之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朋友圈，我一看他手机，我说这些朋友圈我怎么没有见过呢？然后我就开始对时间，我就看他这些时间，他跟我说出去玩，他都是跟我说，哎呀，我已经回宿舍了，或者我已经结束了回去了。但他那时候还是一直在玩，而且他半夜发了朋友圈，把我屏蔽，就我一个人看不到。这个聊天记录，确实是我当时因为他不在的时候。出去交换，然后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娱乐活动。我平常就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吃饭喝酒这一些。确实，同学当中有女生的存在，都是同学关系嘛。然后女生可能又叫了她的女生朋友，然后彼此我们可能不认识。而女生呢就想当着那么多人面加我微信，然后我觉得这样公然拒绝她也不太礼貌。这不解释，就是说白了那段时间是不是有点空虚啊？是我承认，确实是，对吧？行，咱有啥说啥。你承认那个女生对你有好感吗？我其实能感受到，但是，其实当我比如说他给我送饭，我下去拿了他的饭之后，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愧疚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认知的，对吧？所以说我后面就下定决心，我就不跟他联系了。那朋友圈屏蔽女朋友的这事儿呢？确实有的时候会玩的比较晚，然后发了朋友圈。我就怕他看到生气，然后就会跟我吵架嘛。我为了避免我们这个激烈的争吵，我最后决定还是屏蔽他了。那你都知道我会生气，那你为什么还要发？那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呀？那你可以不去的呀，你可以早点回来呀。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善意的谎言，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属于是彼此信任的一些事情。那你不能说你跟我说你回家了，你还在玩。
而且我平常比如说我旅游啊，发朋友圈发我的美照，那我肯定希望就是说我的朋友啊，我男朋友都给我点赞，他就从来不给我点赞。其实老师他有的时候一天可能会发3、4条朋友圈，然后我也不可能每天就住在朋友圈里嘛，我难免有的时候会没有看到。有些时候我可能说忙了一天，特别累，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刚看完书，打开手机，看到他发了很多出去玩的照片，然后我就心里特别有落差嘛，那我感到很不开心，我就不太想给他点赞。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对我特别的就是不耐心，而且他有时候脾气变得很暴躁。因为之前的话，他是一种就是那种特别佛系、特别的情绪稳定那种人，就像那种卡皮巴拉那种感觉。但他现在就是说脾气会变得特别暴躁。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从起床化妆到我要穿着衣服出门的时候，我一直在叫他。他就是不起，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一把把那个被子拉开了，窗帘拉开了，我说赶紧起床。他当时就直接火了，就立马像跳起来一样对我发脾气。然后当时他就是还就一拳砸那个墙壁上面，我当时觉得特别害怕，我就觉得也很神奇，就是说那明明都说好早起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发这么大的火？是经常呢，还是一次？他就是一直有起床气，但是以前没这么严重。就刚才这样的暴跳如雷。是一次还是经常性的？好几次了，就最近半年，以前从来没有的。为什么？你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其实我本身有一点点起床气，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他的问题，因为每次我们出去旅游都要特别早起，然后他会制定非常多的条框。我觉得他这个旅游的观念和我就特别的不合。他是有计划的，你是随性的，对吗？对，我特别喜欢比较随心所欲一点的旅游吧，而且。他每次去这个景点拍照的时候啊，他都特别喜欢一直拍，然后拍很多的照片。那我也不是一直拍呀，就是老师就有时候就是那我早上起那么早，我打扮的这么好看，我又是穿这个衣服那个衣服的，那我不就想拍出点美的照片吗？那他就是对我拍照这个就特别的敷衍，他以前都是很乐意给我拍的。这半年距离你交换回来，对，就是你刚回来的这半年是吗？对，哦，明白了。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这里，想问问他到底怎么了？对，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经常吵架的这种状态来说，是不适合步入婚姻的。那我也会去想，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老师，其实我们毕业之后也是有结婚的打算的，但是我就发现最近这个半年，其实我们的状态就感觉特别不对，而且他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差，然后特别喜欢跟我无理取闹。所以说以这样的状态，你觉得他是从出国回来了之后对你的态度变差的吗？还是从什么事件开始的？我觉得就是不能说某个时间点吧，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状态就越来越不对了，我就对未来结婚，我觉得我也特别担心。你们两个人现在对于未来的婚姻都产生了犹豫，是吗？对，不是一个人有犹豫，是两个人都犹豫了。所以今天你们两个人来我们这儿是希望我们怎么帮你们，或者我就是希望老师们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就经常老是吵架，就是这半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避免。问题出在了哪儿？对吧？对。好，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诉求还是挺明确的啊。我们先问问蔡先生和张女士。我这边跟男生说一下，女生是非常漂亮，她有幻想，她想让你达到当初你爱她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也想跟你说一下，女生就是属于这种近则不逊，远则怨。你一定要与她能达成一种共识。但是男生至死是少年，他永远是，如果是不贴在照片上，他永远不会老实。所以说你不能过多的放任自己，要有规划。我觉得这样才是更好的。哎呦，我突然对蔡先生刮目相看哎！没有这些一套一套的，啥都懂，怎么能让这个女士就明知山有虎，就偏偏不舍得走？头头是道，一件不做。来，因为我之前我跟这个女生是一样的，然后心思比较细腻，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只要这个男生他是爱你的，我觉得这些小事儿都可以去慢慢的两个人去商量的来。我就是因为之前太在意这些细节，然后跟我前夫老吵架的，就是因为感情的话，你经常吵的话就会淡，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咱就别回忆前夫了呗，男朋友还在这坐着呢。他这会儿能说出后悔跟前夫怎么着，这说明问题。我认为这个男生从恋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可靠的男生，因为刚才说到
你出国交流半年，和别的异性的那个聊天，一目了然，对方对他有好感，想启动追求模式，但是被他一下按了止停键。我可以说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另外，他撒谎，方式不对，透出的是对你的爱。他怕你在外看到他在娱乐，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掩盖了自己的愧疚。另外，他对你的人生规划指手画脚，他认为这就是我将来的爱人，我当然应该为他考虑。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都是独立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程事业，首先是自己对自己的规划和盘算。你可以把你的想法、意见和他去沟通，然后两个人再去磨合，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一点，他发现你的脾气的变化。我们往往在父母面前用自己最难堪的那个面目在对自己的父母，是我们不孝不爱吗？不是，放松了，父母不会误读误解误判，我就随心所欲了，因为是家。你就有一点，他认为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奔向婚姻了，他越是放纵自己的脾气了。所以你们两个人，我认为互相给互相力量，互相给互相温暖，去修正这一些。然后呢，你也给他信心，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包容。你看你们两个人研究生都过关了，难道这个爱情观过不了吗？我不信。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对吗？我觉得它的变化在于我们的年龄在变，我们的身份在变。你们以前是一个大学生，本科就在一起，那个时候是在象牙塔里。你们的本科读完的目标是研究生，依然还是选择在校园里，其实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想法，就是开开心心的两个人恋爱，好好读书，继续深造。为什么说好多这个恋爱啊，就毕业就容易分手呢？是因为我们从理想国，从象牙塔，从校园生活，其实马上要变换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身份要变，面临的状态要变，它势必会变。你可能比他更理想型，就是你更浪漫一点，你觉得无论怎样变，我都是按照我的心意去。你是个女孩子嘛，你又漂亮，对吧？你又活泼，你又爱拍视频。但是他是个男人，你又说他是个理科直男哦。他现在研2嘛，还有1年要毕业，他马上面对的是社会生活，是他承担的一个男人的角色的责任，是他要去赚钱。他为什么让你去考公考编？其实他代表他自己内心的焦虑嘛。他要为自己的未来找出路了，他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然后再跟你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所以他真的有压力。那你说我们到底该不该思考呢？我觉得都没有对错，只是你们俩处在不同的即将面对社会生活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因为这个变化，我们要不要分手呢？或者因为这个变化，我们要不要争吵呢？我们要不要就不相信爱情了呢？相信爱情。4年的感情，不是说现在面临社会我们发生了一些情绪上、心理上的变化，爱就不在了。男生我觉得你也一样，你变了，但是她还是那个可爱的女孩，或者你爱的不就是她的浪漫可爱吗？人家没变呀。所以你也要体谅她啊，也要去了解她的这种感受，就是彼此支持，希望你们度过爱情的一些小小的难关。其实就2点。一个是为什么会在4年的时候，两个人会都有一种感觉说我们的情感出了问题，不太一样了。第一个是本身感情在4年的这个阶段，一般就是要么结婚，要么分手，确实是这样。还有一点是，两个人心境都有变化。当人有了心动的这一刻的时候，它是会有波澜的。就像咱们往那个湖水里面扔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沉下去了，可是这个湖水的涟漪它会慢慢的消退，对吗？我对一个女孩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她这个东西在消退的过程当中，正好你回来了，新鲜感的碰撞
会让人回味的。但我觉得你男朋友很好的一点是，我很勇于的承认，我确实，但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及时刹住了车。因为你们才20多岁，我觉得情感的一些波动都是正常的，对吧？你在国外，可能你自己没有发现你的变化，你作为交换生出去的这半年，你的心境、你的心态，以及你回国之后对于你未来生活可能整体的一个规划，都有一些想法的转变。因为你们现在本身就是在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的未来有无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用把你们感情当中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当成太大的事儿，我们都抱着理解和支持彼此目前的一些变化为一个感情的基石。当然，如果真的觉得我们的脚步差的越来越多，也没有必要非要拧巴在一起。因为其实刚才你们隐隐透露出来一个未来的方向是，男生是有规划有目标要踏实稳定的，但女孩是觉得人生是无限可能。从本质上说，是我们想要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一下，如果真的是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及时止损也可以。就是该聊聊结婚了呗。你们俩觉得呢？恋爱4年了，咱们聊一下，结婚之后都是江苏人，你是想你们2个回你的老家是吗？对，共同的老家。对，你跟他商量过吗？你怎么想？我也是觉得我们俩一起在老家发展。好嘞，我们有一点共同点了。回到老家干嘛？然后那个小刘认为是咱们考公是吧？我是给他一种这样的建议吧。就是你给他的建议，而你自己在准备是吗？我其实比较想就是进企业嘛。你想进企业，跟我理工科专业相关的工作。对，然后你建议他考公、考编或者当个教师，没错吧？是的。哎，你想干嘛？我就是比较想做自媒体这种。还是做自媒体是吧？对。这俩你们俩好好商量商量，就是在那儿做这个自媒体。接下来我们打算，需要有投资吧？不能总是借着约会的时候拍照玩玩吧？而且就是老师我什么阶段达到什么样的？我们是1年盈利，2年盈利，我们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吧？你们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吧。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规划都是小李做的，是吧？对，都是我做的。他每次都不闻，我就觉得，那你就跟着我，那我也可以带别人玩呀。是啊，其实他那状态就是一助理嘛。对啊，你不能不参与。拍照拎包的助理，一切是东家去决定几点到哪里拍哪张照片，哪个打卡点。所以你去想吧，一个陪同，今天出来玩好几趟，然后我想干什么好像不重要，但是早上起来我必须按时噌的一下就窜起来，不然就会把被子掀了。所以他那个状态我倒是能理解。但是我跟你说啊，小刘，你得等着。为什么呢？你24了，他23。有些人可能从年轻开始，一直到30、40岁，他一辈子就2件正事儿，一个叫逛，一个叫吃，就是逛吃逛吃逛吃。有些人是这样的，咱们不说男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可能你也等一段。你现在要考虑，我们要回去，然后我想去企业，我应该怎样？但是你这时候你看你的女朋友，4年之前她就是爱玩，4年之后她还在拍照，所以你得等一会儿，然后你得这么跟她去谈，得商量这事儿，咱们得往前走，好吗？对，而且您真的要成长了，咱们得考虑以后真要是都回自己的家乡，他打算去企业，您打算干嘛？您打算做自媒体？做自媒体咱们得有个规划，咱们是3个月盈利还是6个月盈利？多少叫盈利？我们先干嘛再干嘛？得做规划，不是到那儿拍一堆照片发了就叫做自媒体，不是的，好吧？我给小姑娘一个选择题，当你发现她和其他的女孩子有暧昧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失去她，还是害怕她的人设坍塌导致你在朋友面前没面子？我害怕她离开我。但是你刚才的表达是你觉得很没面子，其实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焦虑的表达方式都有问题。现在的你们都焦虑，男孩子是对于未来的稳定感他是很焦虑的，因为你的人生规划和他想设计的共同的人生规划是不一样的，他觉得失控了。你呢，
对于他还能不能像原来那样全心全意的爱着你的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你害怕了。姑娘，我跟你讲啊，就是你不可能说这一辈子你只面对这一个人很心动，你这一辈子可能会看到很多优秀的人，你都可能会有那瞬间的心动。心动这是一种感觉，它只能证明你会很欣赏那些优秀的出现在你身边的人与事，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会最终去做选择。但是心动是一种感觉，需要用时间去消磨。现在对于他来说，他刚才能够站在这个台上，很坦坦荡荡的去承认，我确实心慌了，我确实在那一刻有一点心动了。我倒是觉得你现在真正应该做的是，既然你害怕失去他，那么你应该让你的这段感情能够更好的去覆盖掉他的心动，而不是去指责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才是保护你这段感情的方法。但是我始终相信，你们两个人之所以会走这么久，是因为三观都很正，都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刹住车，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才会让你们这么一直走下去，并且让我们所有人都达成共识，会走得很好。所以三观正才是让你们走到今天，并且能够走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东西。所以不要去在现在的这个焦虑当中啊，去疯狂的给对方贴标签。焦虑是会引导你们去做出更有成长性的选择，而不是在焦虑当中去把自己消磨的一身伤痕，明白吗？焦虑受不了格外的刺激，你要觉得怎么能够抚平焦虑带来的伤口，这才是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两组嘉宾回到门后啊。好，那我们在揭晓第一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通直播啊，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啦，我们来看看，哎呀，这个第一组的嘉宾他们会不会出来呢？来，3、2、1，请开门。我想不会出来了。蔡先生和张女士啊，这个不大会出来了。这个女士已经很明显。张女士刚才应该是已经对清醒一点了。她看清楚了。对，这个男友求她什么？对，那第二组这个小刘和小李，他俩还是有希望的啊。那也提醒一下有情感困惑的朋友们，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节目参与录制的朋友们，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啊，小心被骗。好了，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3、2、1，请开门。这个应该没有悬念，应该会出来的，肯定啊，还可以再继续了解一下。出来了，那肯定。好的。这后面说啥了？你男朋友一下把你哄好了？就是感觉他还是挺爱我的。男生如果爱他，还是要做出些改变，克制一下自己。还管他的工作吗？其实我可能不能说立马同意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协商的。而且他其实一哭，我其实已经无法再说出一些就是什么意见了。心软心疼了啊！所以下次吵啥直接哭，他再干涉你，你不要跟他讲道理，哭就完了，好吧？但是有一点，他是你最爱的人，自己有想法就明确告诉他，没事。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来吧，抱一抱。好，请亮灯。真好，祝福你们啊，开开心心的，谢谢各位。好好生活，好好恋爱，好好工作。再见，拜拜。好，老师再见。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